好，那你来看到的是，当川普呢，他宣布了有关于半导体的关税之后，很多人都爱看。那美国呢？美国他们自己内部如何反应？因为呢，他在讲100%关税，但是如果你有回来设厂的话，那没有关系啊。特别还强调，你钱先回来，然后没有真的开始投入设厂，但是呢，你有这个计划，然后钱有先拿回来，有这个预算，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了。他讲的其实不就是给苹果一个方便嘛，因为苹果马上就宣布加码投资6000亿美元。您必须要理解，川普他也知道啦，你这个库克要回来哈，外面的厂房很难移回来，但是你要移回来哦，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后续他们会持续的再进行追踪，而美国现在也要追踪的是人工智慧晶片的流向。当然，就是说辉达那些不能卖的已经被盯上了，要告诉你不要卖到中方去。而另一件事情呢，则是白宫这边的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了，他在出席 APEC 聚焦人工智能会议的时候，特别强调说呢，他们在兜售美国人工智能的战略要跟亚洲国家合作，是因为不要让他们去跟中方合作。换句话说，我马怎样以乌啦，但我们是竞争对手，我跟你比较好，你用我的好吗？不要去用他的。川普更直接的讲了，说反正我们最厉害的就是一定可以找到特定用途，然后我们还可以帮你客制化制定定制。这个呢，不是一刀切的产品，适用你各种方式。你看，会做生意、会讲话就是这样。美国媒体讲呢，黄仁勋要再到白宫里面去会见川普，大家就在问，那他们这一回又在讨论些什么东西呢？川普这个人其实敌跟友会分得蛮清楚的，像现在很明确的跟印度他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最新的一个宣布。不是25%关税而已，它现在是直接飙到50了。原因就是你现在一直在买俄罗斯石油嘛，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为什么不听呢？到底为什么谈崩的？好，现在呢说，其实他跟莫迪两个人都软不下来，所以他们两个人都在等对方先低头。现在反正就是已经谈爆了，已经两方没有办法再继续谈下去了。官员讲啦，其实最重要的内幕就是误判加上沟通失灵啦，因为他们两边其实谈了有5轮，也算是最早谈的其中之一。可是就是一些政治误判、错误的讯号，然后分歧，才会导致双方越来越紧张。印度的央行行长呢，甚至直接讲了。川普说他们是死亡经济体嘛？他说什么？他说呢，他们其实对全球的经济贡献比美国还要来得高。他拿出了这么一个 IMF 的经济成长率的数值出来，说呢这是强力的佐证。但你认为美国会接受，川普会接受吗？所以大家其实都在看他们到底会闹到有多僵。好，牛弹琴中方这边的一个官媒，他们是怎么讲的？说被美国羞辱最严重的5个国家，第一个是欧盟。好，本来很硬嘛，后来软掉了嘛。第二个是瑞士，总统都去了，见不到川普又飞回去，同样呢，他关税还比上次来的更高。第3个是印度，第4个是巴西，第5个则是号称兄弟的加拿大。其实呢，对于这一局下来，莫迪现在，你也知道。他就是两边他的平衡感很好，所以他决定要去中国。你跟我不好没关系，我去中国了。睽违今年再次访中，两国关系回暖的时候，刚好是美印关系的谷底。那8月的时候要去上合峰会开会，这一切很合理嘛，因为他就是上合组织的会员之一嘛。可是8月底过去会待多久？9月还在吗？大家就想知道那个时间点的程序上面的差别。另一件事情呢，则是俄方就直接讲了啊，你这对印度这样出手，不就是因为他跟我好吗？你不要再胁迫人家，因为呢这种方式是不合法的。至于印度的女主持人、女主播，则是直接回呛川普，听他们怎么说。And reduce dependence on unreliable market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 won't be easy, it won't be quick, but it would be in the interest of India. They may not address Trump's trade war directly, but it will shape their conversations. So join the dots. Doval's visit to Russia, Jaishankar's upcoming engagements in Moscow, and then Prime Minister Modi's visit to China. The message is consistent. 好，你想想看嘛，8月底，莫迪去到中方，然后呢，9月初，这个俄罗斯的普京也要去中方，中俄印好像要在一起了，所以现在川普告诉你了。
中方啊，你要是看看印度这样子哦，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不排除也对你采取同样的手段哦。你们再买俄罗斯的石油试试看哦。哎，好像这个他手上又有关税的另一种使用方式了吗？回过头请教一下邱毅委员，您会怎么样来看？好，毕竟他什么都谈关税，但是也是生意人呐。反正呢，我讲关税，我重要的是什么？是要你钱回流。所以苹果这一次可能会放过一马。我来谈谈黄仁勋了哈。我们在国际投资上有8个字，叫做入国问禁，入境问赎。前面一个禁是禁止的禁，禁忌的禁。你进了这个国家，要知道它有什么禁忌。那你入了这个国家的国境，你要知道它有什么样的民俗风俗。这是8个很重要的国际投资的法则。我认为黄仁勋这一点做得非常的好。其实黄仁勋现在的处境非常的困难，他就像个夹心饼一样。美国有议员就说，希望能够把黄仁勋这个 AI 晶片里面要植入追踪系统。那这一话一说，马上让大陆的网信办就盯上了，于是就认为他有潜在的安全风险，要调查他。可是就黄仁勋来说，他也很紧张啊，因为他要卖到大陆的 H20，现在已经被华为的升腾910C 已经赶上了，而且它的生命周期只剩下半年的时间，此时不卖更待何时？所以要争取时间，分秒必争。所以呢，他在这种夹心饼的情况之下，你看看他的做法，他到台湾一口闽南语，然后会跟婆婆妈妈哈拉，然后喜欢到夜市里面吃小吃，强调他在台南长大，然后呢，到了美国西装笔挺，讲流利的英文，然后到了大陆穿唐装，然后讲普通话，讲的也非常的好。这个其实就代表了一个要去做国际投资，没有3两3，就不要上梁山，要学黄仁勋。他在夹缝中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他都能够用他的能力，他的适应，他杀出了一条血路。当然这条路非常的辛苦。好，接着我谈印度，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名片，叫做上错天堂投错胎。一说看过的人可能都泄露了年龄了哈。我们在座2位可能看过哈。对，那里面的男主角呢是华伦比提。华伦比提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啊，我不是打一场球，我是打一个球技的球。我在教 Game Theory 的时候，我就会告诉我的研究生说，你基本上不是玩一个 game， 你是玩连续的好几个 game。 今天甲亢解说，印度该是转向中国的时候了。要转向中国这么容易吗？印度过去的诚信记录很差如果你是连续好几个 game 的话，那印度怎么转向中国？中国会信任你印度吗？所以莫迪已经决定说，8月底他就要到天津参加上合组织的峰会，然后紧接着9月3号到北京，他要跟习近平要跟普京见面，然后呢3方会谈，他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当然是想借着中国跟俄罗斯中俄联手，再加一个印度，3个人同框来给川普制造压力这个就是所谓的破裂爆场，告诉川普说，我没有你，我就跟中国俄罗斯联合。可是川普本身他对印度也有他一定的压力，例如说他的压力是一波一波的来。一开始因为他印度不肯开放市场，25%关税，紧接着又进俄罗斯的石油，又加25%关税。今天川普又说了，
参加金砖系统再加10%，是，然后8月8号，如果俄罗斯没有上谈判台，去跟乌克兰谈俄乌停战的协议，那可能就要进行2级制裁，印度要被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印度本身因为过去的成绩记录太差，使得他在谈判上就落居了下风。来请教一下杨老师，因为印度真的是太有趣了。印度真的太有趣了，我去过4次，我最后还是拉肚子哈。水的部分，其实啊，印度现在应该算世界第5大经济体，它的整个名目 GDP 已经接近4兆。那 IMF 是预测它到今年年底可能会超越日本，成为第4大经济体。哦，只是可能，但是当然这个意义只不过是一个整体，因为它毕竟是世界上第1大人口大国嘛，哈。那可是他不愿意开放市场，他找了许多理由，因为印度的农业人口占他全部的人口42%，这个在大国里面是非常少见。哦，绝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个位数。那农业就代表了他的政治选举，他现在人民党的政治基础，所以他不愿意开放这一块。这也是为什么他之前退出那个 RCEP， 不愿意参加 RCEP 的这个自贸区。同时呢，他也不愿意投资美国。哎，你不是第4大经济体吗？即将，但哪有钱呐？所以这样子的印度让川普就看得很生气。可是川普其实，我觉得是这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也就是俄罗斯啊，他在这个时间点刻意的去打印度，也是告诉俄罗斯，我可能要针对你最主要的买主印度下手。如果你在俄乌战争上面你再不退让，我可能会扩大。所以印度，你觉得他不懂吗？他配合演出啦。印度从来不是一个完全靠左或完全靠右，也不是完全靠西方，也不是完全是全球南方。他自认为自己是全球南方的代表，他不喜欢中国在抢他的这个光芒。可是呢，他又没有能力去照顾任何全球南方国家，他的经济发展，他的政治的这个模式，全球南方也瞧不上。因此呢，他就不断的摇摆，这就是一个摇摆的。那但是呢，他很知道，他也配合演出，所以不要认为印度莫迪要去上合会，或者是去就是 G20，或者是去93，就表示说他转向全球南方，他转向金砖组织，他转向中国大陆，千万不要误会，他转向永远是他自己的利益。而这个时候，他配合川普在针对俄罗斯的这场秀上面，我觉得他演得蛮好，甲亢姐骂得很好。你看吧，下个月回来，他又开始在骂俄罗斯、骂中国，你等着看。请教一下副司令。我认为印度它是底气不够，但是姿态太高。印度是世界上人口第1大国，14亿多，14亿4千多万人，比中国大陆人还多。但是他问题现在是卡到，就是他既然底气不够，那他是有求于美国。那他在这一方面是被美国卡到脖子了。我们看，在去年2024年，印度对美国享受大量的贸易顺差，印度赚美国人的钱，总共赚了457亿美元啊。当然，印度需要美国的市场，你这就是因为印度对美国有所求，那川普刚好抓到这一个，你就是要赚美国人的钱，占美国的市场啊。他当然，美国在这一方面讲话就会比较强势啊。那印度是不是要调整？印度总理莫迪并没有做一个适度的调整，所以他是有所求于美国，有3个可以知道的。第二个，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军委对美国的需求，他希望印度也曾经想要买美国的 F-35，但是我们知道印度的系统，它是俄罗斯的苏凯战机跟米格战机嘛，是，还有像哪里呢？像法国买标风战机跟幻象战机嘛，也像以色列买无人机，那向美国买，现在美国只卖给他发动机，并没有卖给他飞机，是这个样。对，他对美国在军武上也有所需求啊，但是问题是印度的姿态并没有做调整，姿态太高，那美国在这一方面可能就利用这些就抓到了。另外，我们知道印度第3个是能源的需求，所以他这一次大量向俄罗斯进口石油。问题是，印度不是光进口石油给印度用，他从印度是从俄罗斯进口石油转卖，
他赚钱，因为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嘛，他需要钱，他就把这个印度的需求，他尽量供给需求，印度刚好大捞一笔，他就转口卖给其他国家，赚一倍，因为它的价格是比一般行情价格还要低1/3。你看，哇，差很多哎，低1/3的行情，印度拿到这个石油，当然可以大赚特赚啊，他根本不甩美国。但是问题是，印度因小失大，赚了石油的钱，因为他转手赚了一手钱，但是问题是，美国看不顺眼啊。你这个是不是帮助俄罗斯助长俄罗斯的经济在成长，然后更有力量去打这个乌克兰，变成这个状况？所以印度这个牌出得很乱，有求于人，但是问题是他目标非常分散，让美国抓到印度的小辫子抓太多了，所以印度是占于被动的地位。印度确实蛮有趣的哈，因为过去几次的这个上合会议，有的时候呢，这连俄罗斯坐庄他都不一定会去，但他这次主动的说他要去天津了，后续还有得看。我们先进广告。好，其实呢，我们讲到了俄罗斯，现在大家都在看到底他们跟美方双方，因为前几天不是讲嘛，这个核武啊什么的，可能现在有一点点的这种核威胁的紧张氛围感，然后媒体又看到，哎呦。奇怪了，川普没事去屋顶走干什么啊？这个呢是网络上面美国媒体讲了，很罕见的看到他在白宫的屋顶上散步。ABC News 就直接讲说他到底为什么去散步？川普说他只是出去走一走而已。好，但是呢，这个 The Daily Beast 怎么讲？说他们是在筹备一个与宴会厅相连的美丽事物，不讲说是什么内容啦，甚至还开玩笑说，哎呦，说不定我们是要造核飞弹哦。但是大家现在只要听到核，其实真的都有点紧张。好，毕竟啦，美俄之间最近开始对话了，那希望把原本的紧张氛围慢慢降温。这个是美国的特使，他现在又进到了克里姆林宫，直接跟普京对话，已经是今年第5次访问俄罗斯了。而卢比奥的讲法是，这个对话有显著的成效，36小时之内，他们就要来决定是不是要制裁俄罗斯，对他实施2级制裁。但对于川普来说，他最希望的其实不是制裁，最希望的是普京，你谈一谈吧。俄乌战结束吧，这样搞下去我有点难。好，所以呢，现在纽时也说了，普京最快很有可能，下个星期就会跟川普来会面。川普这边的讲法是，他也会把泽伦斯基给拉进来，那就变成3方会谈了。3方会谈能不能谈出什么样的眉目？能不能够至少先停火？好，做得到这一点，基本上呢，川普就是大胜利了。但是呢，对于美俄来讲，现在双方呢都已经相继退出了中导条约之后，大家想问，原本呢是当时在冷战过后说要限制军备竞赛，现在通通退出，那会不会另一场军备竞赛会再次的进行当中呢？俄罗斯媒体最新的一个报道说，俄罗斯要跟中方在海军的部分亚太进行联合巡航。好，这一次呢，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跟中方的海军舰队一起要进行联合的火炮射击。其实这几年陆续都有，但是呢，在这一次因为有反潜啊，有护卫舰，而且呢，他们在不同的水域上头要针对联合的无人艇还有无人机攻击防御，甚至最后阶段呢，还要实施搜索以及摧毁敌对的潜艇等等。这一些有一些是以前没有进行过的演练项目，现在要好好的来深入的彼此之间协调，而且了解。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它还有另一个可能比俄罗斯更棘手一些些，因为以色列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了。来看到的是纳塔尼亚胡，据说啦他是要全面的来占领加萨嘛，但他们内部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就连他们自己以军的总参谋长都直接讲，这个根本就是陷阱，两人甚至爆发了激烈冲突。纳塔尼亚胡的儿子呢，在社群上面大骂说，你们这个参谋长根本就是叛乱还有未遂军事政变的幕后黑手，还说呢他这个就像是那个70年代的香蕉共和国一样。但是所有的人的看法都是，这到底是不是纳塔尼亚胡抓着所有的以色列人民往前走的一场豪赌？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经济学教授就讲，因为目前加萨这边经济的状况是完全崩溃的，然后呢，大家都依赖外援，如果你这个时候全面占领，那
对于里面的人来说，难道不就是另一个无底洞，甚至有可能根本就是危及他们的生命吗？埃及总统说，这可能会变成一场屠杀，不是只有对于加沙人民来说，还有被俘虏的这一些以色列的家属，他们就在讲了，他们家人还在里面。你本来说要去救我的家人，你现在直接说你要全面占领我家人的安危，你有考虑过吗？你真的还有想要救我的家人吗？回过头就想要请教一下永明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好，这个呢是美国媒体现在讲说，哎呦，看到白宫上面有个人影，哎呦，竟然是川普，川普还说这跟核飞弹有关。他想要跟普丁见面，他想要跟泽连斯基三方会面，谈定俄乌战争的停战停火。我一句话评论：见面好安排，条件却很难谈啊。那以前2018年到2019年3次川普跟金正恩见面，1会、2会、3会，新加坡、河内，后来还跨越板门店，那是为什么？他希望金正恩放弃核武。现在你要普丁停止俄乌战争，两个当然不一样了。其实普丁在这个时间点，他条件提出来是很清楚，你只要确认他占领的区域，甚至整个乌东四州，都法律上、实际上是属于俄罗斯，但是在乌克兰这边能够接受吗？你川普能够接受吗？这就很难了。欧洲能够接受吗？那只有最后战争来决定一切。所以我觉得拖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也还是有可能，因为关键在普丁，也就是说，他觉得也许是不是这个时间点是一个下台阶。至于川普，你搞那个什么2次制裁，就我刚刚讲的，现在是针对印度，那印度也配合你演出，要打印度的样子，那印度就叫，然后就跑到中国去。可是呢，接下来是不是真的要再进一步制裁中国？因为2级制裁最大的两个，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大陆嘛，买你的石油，这个大概不可能的。所以呢，川普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普京是不是把它视为一个下台阶？那双方可以再谈。那至于条件，慢慢的再说，这也是一个可能。所以，另外呢，就在讲到加沙地区，其实一开始大家都知道，内塔尼亚胡就是要建立一个大以色列，从现在的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以及整个加沙地区发生了恐攻，他就整个军事进入，现在造成6万多人的死亡，而正在加沙发生的却是一个种族灭绝的大饥荒、大屠杀，全世界都受不了。英国现在要承认巴勒斯坦国，然后呢，法国要承认，加拿大要承认，大家都要承认。这些英法这些国家其实蛮恶心的，当初不就是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制造了这个问题？两国方案讲得好听，从来不是你们支持的。现在看到受不了的种族灭绝，你突然觉得站在道德感的这个高地，你就过来要承认巴勒斯坦国。那可是呢，屠杀还在持续的，甚至要永久占领。那你出来怎么讲？你要面对的就是川普加上内塔尼亚胡，而我们现在台湾呢，居然还跑到约旦河西岸，要去帮助以色列的屯垦区盖一个医疗中心。到现在，外交部还在那边打混水战，还不再承诺说没有这回事，停止了。你已经成为一个屠杀者的共犯。我们讲了多少次？民间团体，全世界的民间团体都出来指责台湾了。你到现在还这么做，这就是这个月、上个月7月到现在的事情。你连道德高地都站不上去，你还想要抗中保台？来，我们请教一下副司令。那个川普说他想要做核飞弹，我认为困难度非常的高。因为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这核飞弹的话，它重量会重，它拿核子动力来推动，那它的反应堆、小微型的反应炉，现在的技术还没有做到微型化，那所以它是非常重的。那飞弹是要飞在空中，甚至飞到太空，那你这个推力在那么重的状况之下，推得动吗？推不动那个推力要非常大才能够把这个核子反应堆推到太空中所以技术问题没办法克服。第二个，风险没办法管控，这个一旦发射失败我们知道车诺比在1986年车诺比核电厂爆炸，11万人立刻受到影响，
有得癌症的，有得到辐射层的，还有整个欧洲地区都受到辐射的影响，总共的经济损失640多亿美元。你看，光个车诺比而已，一个这个它的4号机的炉心熔毁，造成一发不可收拾，整个都辐射层外泄。那核飞弹要去做到现在为止，人类的科技的水准还没到达这个地步，没有办法，因为它的这个微型化条件还不够，风险太大，没有办法完成。因为我们来看的就是这个美国、乌克兰跟俄罗斯要3方来会谈结束乌克兰战争，我认为困难度非常高，困难非常。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交集，大家来谈。俄罗斯他要把这个乌克兰的领土占掉，乌克兰要把这个领土收回，你这个没办法交集嘛，没交集，会谈是没有结果的。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俄罗斯要把乌克兰去军事化，就是军事化，你所有军事化通通给你摧毁，不要有这个军事上面的这方面，可能要变成一个中立化，或者不是变成一个无军事化的一个国家，变成乌克兰变成这样，乌克兰也不愿意啊，这是交集没办法达成呢。最重要，我认为战争补偿。今天俄罗斯的战争补偿是因为占了乌东地区12万平方公里，作为俄罗斯损失的战争补偿，它可以。但是变成乌克兰怎么办？战争补偿在哪里？死了老百姓跟军人死了几十万人，死伤几十万人，怎么补偿？失去的乌克兰的领土，那怎么补偿？360兆，12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360兆台币。哇，那是不得了！我们讲到兆，都已经讲到100兆去了，不是个位数的兆，360兆台币，这怎么去补偿？另外一个，乌克兰欠美国，乌克兰欠欧洲国家4000多亿美元呢，怎么还啊？买武器装备的，还有借了钱去雇这个国际雇佣兵，还有买这相关的武器装备，还有对战争的牺牲的这些军人眷属做补偿，这些钱怎么还？4000多亿，总共加起来。所以我在乌克兰来看，乌克兰整个国家都完蛋了，他愿意接受吗？他愿意接受这3个条件：死掉的这个牺牲的性命，失去的领土，失去这个欠了一屁股的国债，怎么去还？所以乌克兰最惨。所以我们来看啊，那乌克兰也不可能让，那泽连斯基当初为什么不早点停火，造成现在的整个状况一发不可收拾，三个全输，变成这个状况啊？所以我看，在没有共识的状况之下，想要达成停战谈和还没那么容易。是，请教委员。川普跑到白宫的屋顶去散步，正好符合他的政治性格嘛。川普本来就是一个极端自恋的人，而在这一次，他以关税做武器，打关税贸易战，也获得了相当高的斩获成果，所以他自得意满啊。所以在白宫的上面表现一副君临天下的样子，这很符合川普的性格。他本来就认为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但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8月8号马上到了，本来川普给普京的期限是50天，后来缩减到10到12天，后来又缩减到8月8号。8月8号转眼就到。8月8号会不会像《纽约时报》讲的一样，会有3巨头的会面？所谓的3巨头就是川普、普京跟泽连斯基。我认为100%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普京根本不承认泽连斯基现在政权的合法性嘛。他今天如果跟泽连斯基同台去做谈判，那不是等于自己打脸，承认了泽连斯基政权的合法性吗？其实啊，普京的策略本来就是用军事的压力，空中、地面的军事压力，来逼迫乌克兰的内部自己发生内乱，逼泽连斯基下台。这就是普京原来的策略吧。好，那现在如果他跑去跟川普、跟泽连斯基3巨头会面来谈停战协议，那不是把自己的局给坏掉了吗？我认为普京的做法，他会派个代表去，而派个代表去，但是俄罗斯的军队对乌克兰的攻击不但不会减缓，反而会加强。
就目前为止，俄罗斯对整个乌克兰的不管空中的轰炸，或者是地面部队的推进，可以说正好在势头上面。乌克兰每天的伤亡非常非常的大，只是现在俄罗斯不愿意采取所谓的速战速决的方式，他就慢慢的推进，让乌克兰自己乱自己倒，这就是普京现在的策略嘛。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先来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叶英好，各位朋友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叶英好，大家好。好，要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川普现在呢又有一个新说法了，针对于半导体的关税要征收100%，听听他怎么说。We'll be putting a tariff on of approximately 100% on chips and semiconductors. But if you're buil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re's no charge, even though you're building and you're not producing yet in terms of the big numbers of jobs and all of the things that you're building. If you're building, there will be no charge. So. 好。研究了这么久，结果他现在告诉你，你只要来我这边设厂，即便你还没有真的已经开始提供了工作机会，反正你只要有要来投资，有要来设厂，你就不用缴那个100%的关税。讲完之后呢，台积电今天行情不错哦，因为他渴望就因此而获得豁免。好，可问题来了，台积电还有另一个重点。前几天，昨天其实就昨天我们听到他讲说，接受专访的时候说3000亿美元嘛，台积电要投资3000亿美元，结果呢，现在说是要投资2000亿美元，但不管是3000还是2000，反正现在都是比他当时的1650要来得多。那台积电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是确定已经100%豁免了吗？川普他现在讲叫做，如果没有兑现承诺，那我就会追讨先前所有关税。可是针对于这一局，台湾需要知道的还有更多，因为呢，前几天不是有一位前这个川普任内的官员惠顿写了一篇文章，说台湾失去川普吗？结果您看看，今天一出来，马上好多幕后报道或是专家独家的报道。这个幕后报道说什么？说后面有讯息操作链刚刚好。这个呢，也是陶本和 ETtoday 的记者写的，这个呢是自由时报写的，两篇的内文呢都是说有资安人士接讯息传播链，然后呢一提到资安人士时间点有，然后写上国民党特使翁履中老师，然后发表了什么什么，后面又会写一个国民党认证侧翼一级嘴炮技术室，你去看他的内文。真的很像上面这一篇跟下面这一篇内文怎么会这么像？刚刚好，他们都发出了这样的独家幕后报道。然后呢，当事人一起嘴炮技术室跳出来讲说是怎样啊？媒体朋友用赖把我挖起来，我在睡觉把我挖起来。他一看到说这些人把我打成国民党侧翼，他超火的。为什么超火？第一，现在怎样攻击政府就是反对者吗？第二，你要知道，人家本来还曾经当过这个民进党的县长的机要，彰化县的机要，那这样子的话，你用同样的方式来讲他是国民党，他很生气呀。现在到底民进党他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在进行当中呢？媒体上面的操作，你又应该要如何解读？因为呢，前几天也是这一家然后发了这一篇文章，然后呢，这一张照片出来说，比亚迪的代理商呢宴请立法院的高层，但是问题来了，黄国昌去问了那个高层，高层说是三立的主管邀约的。三立呢，当天其实有做新闻也有做很多这个都是他们的镜面，包括说什么谁谁谁现身惹意还说事前不知情问号，只是朋友吗？好，可问题是，当他们这一些讲完之后，大家也想问，如果真的是有知情的话，那为什么不让主管自己出来澄清呢？三立下的声明是讲说，有一些人说什么同业设局那些都是荒谬的揣测。可是这一位汪杰明大哥出来告诉大家，说他看完报道，他认为比亚迪事件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台湾并不是都是绿媒，真正本土化的电视台只有一家他讲的是民视，其他人是为了利益，什么都不是价值，是。又开始往内互打起来了吗？到底
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赖总统知道一些比较真切的讯息？这一位这个呢是来自于日本东洋经济他们的一个报道当中呢，特别提到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去杂言论呢是个大问题，对反对党的清除也失败了。他现在呢可能需要更多的对话，还有更多的想象，好，包括了内部的对立跟罢免，包括了团结跟对话的挑战。但这是不是赖清德他在思考的，还是他现在依旧没有抓在这个方向轨道上？回过头请教一下邱毅委员，你怎么样来看？好，这个呢是川普现在终于讲了，半导体只要你有在我这边设厂，100%关税，你就不用课。我觉得川普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美国很多的企业要往海外来设厂，要进行全球分工，要进行全球布局？为什么美国的制造业会逐渐的衰败？它不是只有关税本身的问题呀，那是因为在美国，你人力的成本太高，工会的压力太大，而且劳工的伦理跟一些所谓开发中的国家又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你想要用关税的因素，要逼迫很多的企业回流到美国来设厂，我认为是天方夜谭的。其实叶伦早就说过了，这样子做法叫做痴人说梦。而现在川普基本上他在想用关税来让制造业回流，我认为最后会尝到苦果。好，那么紧接着我要谈到惠顿的这一篇文章。惠顿这篇文章很有趣，其实他在不凭什么东西呢？2016年年底的时候，那时候惠顿在叶望辉的公司里面，他不是就曾经安排了当时刚选上美国总统的川普跟蔡英文通了一通10几分钟的电话，大家可能都记得那个场景。蔡英文带着吴钊燮跟李大为，然后跟川普，当时是后任总统的川普通了这通电话。从此蔡英文就告诉台湾的人民说，台美的关系非常的好，他在历史上有一个重大的突破。而惠顿认为说这是他的功劳，可是那个时候的驻美代表是高寿泰，后来高寿泰离职了，离开了，换成了萧美琴。为什么这个惠顿的文章里面对萧美琴会这么不满？他就是认为萧美琴上台以后，担任驻美代表以后，他把这些公关资源，他认为他有功啊，他对你台湾有功啊，他应该要分多一点啊，但是没有啊。萧美琴把资源给分散了，就像当年的邱毅人的做法一样。本来李登辉时期是卡西迪一家独大，然后邱毅人一接手驻美代表的话，他就化整为零了，让大家雨露均沾了。萧美琴也是如此啊，可是惠顿就不高兴了，所以惠顿现在他就批判了，说你赖清德政府，你既不懂美国，也不懂共和党，也不懂川普，你更不知道如何跟川普旁边人接触，所以连川普当选总统，你道贺的电话都打不进去。以至于现在的台美关系遇到挫折。他特别举的例子就是赖清德想过境访美，想要经过纽约，想要从达拉斯出来，但是事实上最后批准不准不让赖清德去过境访美的是谁？依照惠顿的说法，就是川普本人。好，惠顿的文章里面有很多是值得参考的。赖清德对于怎么经营台美关系，说实话是一片空白，是非常外行的，所以才会去邀请庞佩奥，然后去邀请彭斯，邀请伯明到台湾来，这些人都是川普非常痛恨的人。另外的，到了夏威夷过境的时候，他竟然通电话的对象就一个人叫裴洛西，而裴洛西也是让川普咬牙切齿的人。好，也就是说，今天赖清德没有扮演好做川普的舔狗的角色，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台湾的总统，你为什么一定要做美国的舔狗呢？你不能站起来堂堂正正的做个中国人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跪舔美国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迎合川普呢？去配合川普，讨好川普呢？这是我感觉到心里很不平的地方。我最后几句话。至于《镜周刊》这个新闻，比亚迪的事情，那根本就是挖坑设圈套嘛。他的目标就是江启臣，他就是要把江启臣抹红，告诉你说江启臣跟比亚迪跟大陆的企业是有勾结的，他有卖台的嫌疑，他的目的就在于这样嘛。而自导自演的痕迹太重了。这一个三立的高层主管不就是陈长宏吗？陈长宏在早期的时候也帮大陆的广东卫视在台湾，然后找摄影棚去拍他广东卫视所需要的节目啊，代表他是游走在两岸之间，跟张荣华一样啊，就是个投机者，就是个两面人啊，所以这完全是一个社局要去抹红江启臣的做法。我早就提醒过了，这一次823的第2回合的大罢免，重点精准就在于江启臣。因为赖清德把江启臣的能不能顺利的罢免，视为2028年总统选举的前哨战。来，请教永明老师。川普说半导体关税100%，但如果你在我美国设厂，那就算你在盖厂的过程当中，你的半导体还是可以免掉这个100%。这个好多种解读，至少3种。第一个就是。当然，只有在我美国做的半导体才是免税的，这当然因为是美国货嘛，所以只要外面进来的就是100%。但他的说法是，如果你在我美国盖厂，所以这段期间，你台积电举例而言，在台湾做的进入到美国可以免到这100%。第二种，那第三种就是，那等你厂盖完了，接下来你在台湾做的入到美国的之后怎么办？这个当然，也许这个还是很久远的事情。可是呢，就表示说他的说法其实很不确定，千万不要认为什么是确定的。就连日本那个15%，突然一夕之间发现到，哦，原来是把之前的往上加累，哪有这回事？那韩国不是这样加累，日韩之间可以有这样子的差别，代表着川普的团队极其的混乱，而他自己的关税现在也其实不是很确定。不一定要跟他随之起舞。至于台积电从3000亿变2000亿，我其实要抱一个保留哈，因为一直在讲他们美国希望台积电去入股投资英特尔，那49%带钱，而且要带技术进去，可是呢，经营权是英特尔美国的厂，所以这就会变成问题。魏哲家一直在说没兴趣。可是这个传言一直不断，那我觉得美国还是会持续有这个压力，一定要注意到。而最近东京威力科创，它的员工是前台积电的员工，要窃取台积电2奈米的制程技术。东京威力科创公司今天发个声明说，我们自己的机密没有损失，我现在已经把涉案的员工解职，会配合调查，好像跟他无关啊。今天如果是一个大陆在台湾设的企业，台湾的政府、司法、媒体会怎么看？都是一样的商业机密的问题嘛。我觉得司法不要轻举轻放哦，因为过去要针对台积电的这种商业机密的偷窃太多了，你怎么见到不同的人、见到不同的国家，你就矮一截呢？至于惠顿所写的都是事实。川普其实不喜欢赖清德，那我觉得3个层面。第一个，人的问题，用的人不对，台湾这边用的人不对，什么国安团队？第二个，你在美国那边用的人不对，什么公关公司？人不对，什么都不对。第二个，结构出状况，因为过去我们对美国做外交都是国会议员，然后呢智库。也许有一些公家这个政府单位，现在对川普政府而言呢，国会议员没有用了。共和党就算在国会是多数，你找国会议员，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跟川普联系上，他根本不敢帮你台湾讲话。
所以这个结构变了，而台湾这边还不了解。你一定要有管道跟川普直接沟通。第三个呢，你的战略定位错误，因为你就是亲美抗中嘛，那你战略定位错误，你怎么去在现在川普越来越重视中国大陆，越来越重视北京的情况之下，那你怎么把自己的意见放在他的桌上？他当然就把你放在一边了。所以人结构战略定位错误，川普其实真的越来越不喜欢赖清德，而赖清德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请教司令。那我们可以看了，这个民进党最大的问题啊，他就是不耐批评。你要讲事实，一讲事实之后呢，只要是对民进党不利的，他马上就甩锅，没有办法去认真的去检讨。他应该有一个自我检讨跟修复的机制，对民进党来看是比较好的。像以前的讲的说有假学历的或者论文抄袭事件，都是政治人物嘛，被做检视。他说啊，这个是认知作战，后来一查真的是抄袭耶，后来一查，真的是假学历耶。结果这些他就讲，只要是民进党不利的，立刻就说啊，他是中共同路人呐，就变成这个样了。怎么可以这个样呢？他应该是要虚心检讨，我们来查一查，认真的我们来检讨，然后改进。没有，马上先否决，然后甩锅，就是这样的否认。后来查都是事实。第二个，我认为这个是这个民进党控制媒体是太，我不知道几乎全抓了80%、90%的媒体，通通都变成绿媒。变成这样，媒体是来监督政府的，全世界的民主国家的媒体都在监督政府，只有台湾的媒体是监督在野党，在野党没有任何资源，没有任何官位，也没有任何的这些我们讲的职位的分配都没有嘛，那怎么就会这个样？这个媒体应该监督在这个不能监督在野党，媒体要出来监督政府施政作为有没有正确，有没有为全民所想，救灾的速度快不快，有没有贪渎。有没有政策的错误都要来检视嘛？没有，今天没见到在野党，这是非常滑天下之大稽，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所以呢，民进党最重要，他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不愿意跟在野党，不管是民众党也好，国民党要跟他们多沟通。就民进党三不政策，对不对？他不跟在野党不对话，不互动，不沟通，三不政策，怎么会这个样呢？这个样会被一意孤行呢？他就40%的民意嘛，更要跟广大的60%的人民群众去沟通嘛。那这个现象他们这边一直走不出来，然后讲到团结，反而反其道而行。现在，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赖清德的国安团队变成危机团队，不断的出很多的状况。他团结实讲，这荒腔走板，讲到那些杂质，其余人搞到的这个大家都这个我们叫做台湾的整个社会造成对立、分化、激化。变成这个状况，这国家怎么可以走成这个状况呢？所以他的国安团队变成了危机制造团队，我认为赶快要把这些不是人赶快撤换掉。好，我们先接一下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说。